Briefing 1。在1492年，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份，西班牙的伊莎贝拉一世女王和费尔南多二世国王下达了一项决定性的法令，这不仅重塑了西班牙的宗教面貌，也对欧洲历史造成了深远影响。他们命令所有犹太人在几个月内离开西班牙，否则将面临财产没收和更严厉的惩罚。同年，在遥远的东方，中国的明朝正在经历其鼎盛时期。朱元璋的孙子明宗朱权执政，中国人民正在建造壮观的城墙，举行盛大的庆典，并沉浸在版图扩张和海外贸易的辉煌成就中。而在西班牙，被驱逐的犹太人带着他们的智慧和文化走向世界各地，他们的流散对接纳国家的经济、科学和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Briefing 2。1854年，举世瞩目的一幕在东亚上演。美国海军将领马修·佩里率领黑船舰队驶入日本，强迫日本江户幕府签署神奈川条约。这一条约标志着日本数百年隐逸锁国的终结，同时开启了日本迈向现代化的大门。与此同时，清朝的统治者们还沉浸在帝国的自满之中，他们正忙于对抗太平天国的起义。一场由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运动试图推翻清朝。中国人民在经历战乱的同时，对于远在东海之外的条约和开放所带来的影响知之甚少。此次开放对日本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佩里的舰队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威胁，也带来了技术和知识的流入。接下来的数十年，日本将经历急速的现代化和工业化。这一进程最终使日本成为世界强国之一。Briefing 4。在19世纪末的1889年，巴黎的地平线被一座高耸的钢铁结构永久地改变了，那是古斯塔夫·埃菲尔设计的埃菲尔铁塔，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100周年而建。它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惊艳亮相，不仅展示了工业时代的力量，也成为全球工程奇迹的象征。当埃菲尔铁塔在欢呼声中揭幕时，远在东方的大清国却在经历截然不同的局面。光绪帝在位，面临着国内外的重重压力，包括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斗争、战争的边缘及列强的侵蚀。中国人民在这一年中主要关注的是国家的存亡与社会的稳定。Briefing 4。1904年，日俄战争在远东拉开了战幕，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这是第一次亚洲国家在现代战争中击败欧洲大国。在海参崴，俄罗斯的远东舰队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全军覆灭。这一事件震惊了国际社会。同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晚清的动荡中。虽然不是此次冲突的直接参与者，但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的对抗，对清政府的领土完整构成了直接威胁。中国民众和清廷观望着这场战争，担忧其结果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的连锁效应。日俄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地缘政治格局，还预示着亚洲国家崛起的可能。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于觉醒了对国家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促使思想家和革命家开始探讨变革的道路。Briefing 5。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下，1917年见证了一笔颇具战略意义的交易。丹麦政府出于经济和战略的考量，将其在加勒比海的宝贵资产丹属西印度群岛，以25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这一行动不仅结束了丹麦在该地区的殖民统治，而且诞生了今日被称为美属维尔京群岛的美国领土。而在此时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后的国家正处于多事之秋。1917年，中国民众主要关注着国内的政治动荡，以及对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忧虑。同时，北京政府正试图巩固对全国的控制，而南方则充满了复杂的派系和割据势力。Briefing 6。1927年，在中国重庆，一场血腥的悲剧震惊了全国。这一年3月18日，这个沿江城市发生了震撼人心的331惨案。工人和学生群体为抗议国民政府的统治和外国的侵略举行了大规模示威。
然而，和平的抗议活动被暴力镇压，数十名无辜民众在这场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发生在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不久，国民政府试图通过铁腕手段在全国范围内巩固权力，而这次惨案正是其压制意见的直接体现。331惨案不仅是重庆乃至中国社会动乱的一个缩影，也是国民政府与共产党日益尖锐对立的标志。这一事件的发生促使更多中国人民对国民政府的统治失去信心，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共产党的壮大。Briefing 7 1937年，中国共产党内部发生了关键性的政治决断，中共中央做出了对张国焘错误行为的决定。这一决策对党的未来发展和统一战线的建设具有重大影响。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中国正在面对全面的日本侵略威胁。中共中央的这一裁决，实际上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尽管张国焘的势力一度在红军中造成了分裂，但最终他的路线被否定，他本人也被迫出走。这次决定不单是一次党内路线斗争的胜利，它还象征着中国共产党向着更加成熟和统一的方向迈进。在此后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这种团结和坚定的领导成为中共取得胜利的关键。Briefing 8 1942年，在全球抗击枢轴国的关键时期，中华民国和美国签订了一项重大的财政协定，5亿美元借款协定。这笔巨额资金对于当时深陷战火与经济困境中的中国来说，是一剂及时雨，为抗日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经济支持。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着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各界民众正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日军的侵略。美国的这笔贷款不仅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增强军力和改善后方经济的资金保障，也象征着中美两国在战争中的紧密合作。Briefing 9 1964年，巴西发生了决定国家命运的一幕，武装部队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若昂古拉特总统，拉开了长达21年的军人独裁统治的序幕。这场政变不仅结束了巴西的民主制度，也引起了国内外极大的争议和关注。在此时此刻的中国，政治文化大革命的前夕，中国人民正在经历着政治运动的高潮，而远在南美的政变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是一个遥远但也令人警醒的国际新闻。这个事件对中国的直接影响有限，但作为冷战时期左右摇摆的一环，它体现了全球政治格局的紧张和复杂性。Today's topic 在1994年的中国浙江省千岛湖波光粼粼，犹如一颗镶嵌在绿色山脉中的珍珠。当地居民正忙于春季的农耕，远处的市场上人声鼎沸，商贩们叫卖着新鲜的农产品。与此同时，在这个风景如画的湖面上，一场即将震惊全国的悲剧正悄然酝酿。3月31日的清晨，一艘装饰着彩旗的游轮缓缓驶出码头，载着来自海峡对岸的台湾游客。他们带着对大陆山水的憧憬和亲人的思念，期待着一次难忘的旅行。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趟旅程将成为他们生命中最后的旅程。几名心怀不轨的歹徒悄无声息地混入了游客之中，随着船只深入湖区，孤立无援的游轮成了他们犯罪的理想场所。阳光下的千岛湖本应是欢笑声和相机咔嚓声交织的画面，但那一天，惨烈的呼救声和绝望的泪水却成了主旋律。这起劫案不仅夺走了32条无辜的生命，也在中台关系的历史长河中投下了一道阴影。当时的中国人正致力于改革开放，期盼着与世界的接轨。这个事件无疑给国家带来了深刻的反思。在这片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湖面上，悲剧留给了人们无尽的痛楚和数不尽的问号。就在游轮缓缓驶向千岛湖中心的水域时，歹徒们开始了他们的恶行。他们突然挥舞着武器，迅速控制了船上的所有人。游客们的欢笑声瞬间被恐慌和哭泣声所取代，湖面上的风景此刻仿佛也变得阴沉。
歹徒们贪婪地搜寻着每个人的财物，冷漠的眼神和粗暴的行为让人感到绝望。在抢劫过程中，一名勇敢的乘客试图反抗，但遭到了更加残忍的对待。紧张和恐惧充斥着整艘船，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预感。当一切似乎已经够糟糕时，更加骇人听闻的事发生了。为了销毁证据，歹徒竟然点燃了油轮，火光照亮了夜空，也映照出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乘客们在火海和冰冷的湖水中挣扎。这起事件不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也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台湾方面的激烈反应和中国大陆的深刻反思，使这一事件成为两岸关系历史上的一个沉痛记忆。时至今日，千岛湖邮轮劫案仍然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的一个警示，它改变了游客对于旅行安全的认识，促使中国加强了对旅游行业的管理和安全措施。这起悲剧也成为了各种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的案例，提醒着人们时刻警惕潜在的危险。在悲痛之余，人们从中学到了宝贵的教训，也更加珍惜和平与安宁的生活。千岛湖的水悄然流淌，仿佛在诉说着那些逝去生命的故事，提醒着世人不忘历史，珍爱生命。Historical meaning。 千岛湖邮轮劫案不仅是一起震惊中华民族的重大刑事案件，更是一次深刻的历史教训。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在于多个层面。首先，在社会治安和公共安全领域，它暴露了当时中国旅游业安全管理的严重缺陷，促使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旅游安全给予更高的重视。此后，中国加强了对旅游行业的安全监管，提升了应急管理和紧急救援的能力，从而为广大民众和游客提供了更加安全的旅游环境。其次，在法治建设方面，这起事件推动了中国对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和法律体系的完善。随着对此类严重刑事案件的深入审理，法律的权威得到了加强，司法公正和法律效力的提升为社会稳定打下了基础。再次，在两岸关系的发展历程中，千岛湖邮轮劫案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引起了台湾社会对大陆的关注和反响。两岸之间在处理此类事件的合作与沟通中，显现出既有的隔阂与进一步合作的必要性。这起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两岸之间对话与交流的进程，对深化了解和增进信任发挥了作用。最后，千岛湖邮轮劫案也是对人性的一次考验。在危难时刻，人们的恐惧与勇敢，自私与奉献并存，这些生动的人性光辉和阴影成为后人反思的课题。它让人们意识到珍惜生命、维护和平的重要性，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下，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应当共同努力，防范和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总而言之，千岛湖邮轮劫案作为一次痛苦的回忆，其历史意义在于教育和提醒着人们从中吸取教训，共同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